苏乔只觉得脑袋一阵眩晕，在睁眼时，耳边全是兵器碰撞的声音。冷风呼啸，尘土飞扬，一群黑衣人正围攻一个男人。男人一身墨色锦袍，外罩暗纹轻甲，眼神冷冽如刃，长刀挥舞间，几名刺客已经倒地，可他左肩鲜血直流，显然也受了不轻的伤。我这是游戏开局就打团战？苏乔下意识嘀咕。下一瞬，一名刺客趁男人后背空门大开，长剑直刺而去，不讲武德啊！苏乔脚底一滑，整个人扑了出去，顺手抄起地上的木棍，狠狠往那刺客手腕上一敲。哎，偷袭犯规你懂不懂？刺客一声闷哼，长剑脱手飞出。那男人回身，只看见一个穿着奇怪粗布衣长的少女，大马金刀的站在他和刺客之间，手里拎着一根破木棍，瞪着刺客，一点都不怕。剩下的侍卫反应过来，将最后几名刺客解决干净，只留下满地的狼藉。苏乔呼出一口气，转头看向身后那人，上下打量一眼，那个大哥，你伤不重吧？要不要打个麻醉？啊，对了，这里好像没麻醉。男人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眼底有一瞬的惊异。本王无碍。声音低沉清冷，却莫名好听。苏乔愣了愣，本王？哇哦， NPC 设置还挺讲究，王爷出门不带点人吗？一旁侍卫脸色一变，放肆！这是靖王殿下。苏乔，好吗？看来不是在玩古风游戏，是他穿了。他笑嘻嘻的挠挠头，对那位所谓的靖王行了个乱七八糟的礼，打扰了哈，刚才纯属路见不平，顺便英雄救个美，可救个王，大概不用谢。男人盯着他，眼神有一瞬间柔了一分，随即又恢复冷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乔想了想，决定先顺着这破设定来。我叫苏乔，苏达的苏，乔木的乔。苏乔。靖王轻声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，本王记下了。他话音刚落，伤口牵动，一抹血从肩口滑落。苏乔瞪大眼，哎，你出血了？这么多血你还站那么挺干嘛？当自己铁打的？他上前一把扶住他，手脚利索地撕了自己袖子一截，对着伤口捆扎，嘴里还念念叨叨，来来来，简单止个血，等会儿要是感染了，这个年代可没有消炎药。靖王低头看着那节略显粗糙却温热的布条，看着他微蹙眉却毫不犹豫的动作，冷硬的心微微动了一下。他从未见过这样不拘小节的女子。回到靖王府，苏乔是被请进去的。请字是侍卫说的，拎进去是事实。苏乔一边被请，一边还在感慨，哇，这宅子可以拍宫斗剧了。镜头一推， BGM 一响，收视率爆。侍卫完全听不懂，只觉得眼前这个女子举止怪异。进了内院，管事的嬷嬷上前打量他，皱眉道，这就是救了殿下的姑娘？对对对，我人活的。苏乔自己举手。嬷嬷见他袖子破了一截，手上还沾着血，心里稍稍缓和，却仍不敢怠慢。姑娘救了殿下，是王府的恩人，只是不知姑娘是何人，出身哪里，有无亲属。苏乔被问住了，他总不能说你好，我是21世纪普通社畜，一觉醒来把你家王爷给打包救了的吧？他眨眨眼，正组织语言，就见靖王萧景寒踏入屋中。换了一身衣裳的他，更显冷峻逼人，肩上已经裹了白色纱布，但气势分毫不减。都退下。他一开口，屋中人立刻躬身退出，只留他与苏乔。门扇合上的声音一响，苏乔立刻觉得空气压迫感翻倍。萧景寒负手而立，目光如刀般划过他的脸。苏乔，
你是哪一家的女儿？苏乔笑嘻嘻，无门无派，单机玩家。萧景涵，你那日所言 NPC 麻醉消炎药，本王都未曾听过。他一字一句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苏乔心一横，干脆赖皮，我就是个路过打怪升级顺便救个人的好心人。你看我也没干坏事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刚刚还说记住我名字呢，怀疑我很伤心哎。最后那句伤心哎，尾音微微上扬，像是在撒娇，又像是真委屈。萧景涵喉结滚了一下，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种说话方式。他本是冷硬寡言之人，与这般张扬直白的女子简直是两个世界。可偏偏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讨厌，甚至有一点点想笑。萧景涵压下唇角微动，淡淡道：你暂住王府，身份未明之前不得随意出入。苏乔挑眉：啊，我被软禁了？不是软禁。他顿了顿：是保护。苏乔哦了一声，歪头看他：那王爷你负责吃的住的，我负责赏心悦目，行不行？我长得还行吧？萧景涵这次终于没忍住，视线从他眉眼掠过，别开眼，勉强，耳尖却悄悄有点红。在王府住下之后，整个府里的节奏被苏乔完全打乱了。他不懂古礼，早上不起早，吃饭不做的端端正正，见了下人会主动打招呼：早啊小哥，今儿吃了吗？哎，这衣服好看啊，借我摸摸。你这发冠很帅啊， cosplay 将军吗？众人只有一个想法，这姑娘怕不是被撞了脑子。偏偏靖王殿下连一句重话都没说，只是淡淡吩咐照顾好她。这句话一出，整个王府都明白了，这位来路不明的姑娘暂时碰不得。某日内院池边，苏乔卷着裤腿坐在石阶上泡脚，手里晃着一根树枝，逗着水里的鱼，满身都是我就是不淑女你来咬我啊的气息。萧景涵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提着刚送来的军报，本应转身回书房，却不知怎的脚步一停。他看着他的背影，夕阳落在他肩头，他笑起来，眼睛里像有光，明明是最随性不羁的举动，却让这一幕出奇的安宁。殿下，侍卫小心出声。萧景涵回神，将军报递给他，稍后。他缓步走近。苏乔听到脚步声，下意识回头，一抬眼就看见了他。哟，王爷也来泡脚吗？他顺口就来。萧景涵，他低头看了看他光着的脚，又看向他沾了水珠的小腿，视线一沉，咳了一声：姑娘当之避讳哦。苏乔很配合地把裤腿往下一拉，遮住。那现在还像样吗？萧景涵别开目光，好一些。他原以为他会因自己责备而局促不安，可他只是顺手挽了挽头发，笑道：你们这里规矩多，我慢慢学。不过你们也得适应一下我嘛，我不太会那种一步三伏的。他说的理所当然。萧景涵问：为何不学？苏乔支着下巴，认真想了一下，大概是从来没打算在谁面前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。这一句竟让萧景涵心中一震，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一切看似不拘小节的没规矩，背后是他骨子里的自在与倔强。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子。从那天起，他看她的目光不知不觉多了几分不同。萧景涵的伤口并未完全愈合，他习惯不声不响地忍着，白日处理军政，晚上才让侍卫简单上药。那日夜深，侍卫刚要为他解开纱布，就被门外一个声音打断：咚咚咚，靖王殿下，查房了。侍卫一愣，门被推开，苏乔探头探脑地进来，一手提着灯，一手拎着一个小盒子。哇，
你们古代的夜晚好安静，都能听见我心跳声了。他看了一眼屋里，径直走到萧景寒面前，把盒子往桌上一放，来，上药。他走到他身后，王爷，把衣服脱了。屋里一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。侍卫脸一下红了，姑娘。萧景寒却只是低声道，退下。侍卫，是。门被带上。萧景寒缓缓解开外袍，肩上的伤口显露出来，血痂未退，周围皮肤泛红，显然恢复的并不算好。苏乔皱眉，你们古人就不能好好护理伤口吗？这么糙？糙？萧景寒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形容他的养伤方式。对，粗糙又随便。苏乔一边小心地清理伤口，一边念叨，好好一个王爷，把自己当耗材用，多不值。他的指尖很轻，可触碰到伤口时，还是让他忍不住一顿。萧景寒忽然开口，你就这么随意地碰男人？苏乔一愣，随即笑了，你这么帅的男人，别说碰，我多看几眼都赚到了。他说得太坦荡，反而让人无话可说。萧景寒耳根一热，嘴上却冷冷道，油嘴滑舌。那你讨厌吗？他忽然问。萧景寒沉默了一瞬，轻轻道，不讨厌。这一刻，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动心了。苏乔原本还能用就当旅游安慰自己，可有一天，他突然在洗漱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，整个人突然一阵恍惚，周围景象像被人用手轻轻一拨，扭曲了瞬间，眨眼间又恢复正常。这可不妙。苏乔对着铜镜皱眉，这种感觉他不陌生，刚穿越那会儿也经历过一次，就像游戏卡顿，像信号不稳的直播。他知道这代表什么，他随时可能被弹回原符。那一刻，所有轻松的调侃都被压下去，心里第一次真正涌起慌乱。若他突然消失，萧景寒会怎样？王府会不会以为他叛逃，甚至牵连无辜？苏乔坐在床沿，抱着膝盖想了很久，最终只得出一个结论，不能让他爱上自己，也不能让自己爱上他。反正我又不是本世界的人。他闷声道，迟早要走的。于是，从那天起，他刻意开始疏远萧景寒。原本会主动去找他聊天的时间，他躲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以前会趁给他换药的时候开几句玩笑，现在他动作利落，话尽量少说，眼神能不对上就不对上。萧景寒当然察觉到了，他向来自傲，不会追问，可目光里未说出口的疑惑与压抑却越来越重。那晚，书房里烛火摇曳，他看着桌上的军报，却一句都看不进去。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，他到底在逃什么？终于，在某个黄昏，萧景寒把人堵在了回廊的转角。苏乔，他的声音很低，但带着不容忽视的压迫。苏乔被叫住，转身笑了笑，王爷，有事？这几日你在避着本王？他直截了当。没有啊。他耸耸肩，我只是在适应古代作息，你们日出而作，我日上三竿起，挺合理的吧？苏乔。他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，他被那声苏乔叫得心口微颤，只好别开脸，王爷多心了。萧景寒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，本王有一事想同你说清。本王，他似乎用了很大力气，终于道，对你有意。空气安静了数息，苏乔怔了怔，随后笑意一点点收起。他很少这么认真，也很少这样用力压着自己的心。王爷，你只是暂时新鲜。萧景寒眉头微蹙，你这样的人，习惯看惯里教规矩的女子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迟早会觉得我麻烦，不懂事，不体面。他一字一句，我不适合你。
谁说的？他冷声，本王要娶谁，从不问别人合不合适。那我不同意。苏乔轻声道。萧景寒愣住，你喜欢的也许只是我救了你，只是我跟别人不一样。他笑起来，却眼底发酸，可我不会在这儿待一辈子。你要去哪？他第一次慌了。离开你。他直直看着他，只要这样，就不会有人难受。说完，苏乔绕过他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萧景寒站在原地，掌心紧握成拳。他从未被人如此直接地拒绝过，而那句我不会在这儿待一辈子，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插进他的心。夜色渐深，他却站在廊下很久，直到肩上的伤口再次裂开，血顺着袖口渗了出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整个王府都传开了，靖王殿下昨夜旧伤复发，伤势极重。苏乔听到消息时，手里的馒头差点掉地上。什么叫伤势极重？他不是好好站在那儿吗？他一边往内院跑，一边怀疑古代通讯系统是不是有问题。推门而入，就见萧景寒半倚在床榻上，脸色确实有点苍白，肩口的纱布浸出红色。你怎么搞的？苏乔冲过去，我不是给你上过药了吗？你这是嫌命长。萧景寒看着他，缓缓叹了口气，大约是昨夜吹了风。吹风能吹成这样？你身体是纸糊的吗？苏乔一边忙着拆纱布，一边嘴上念叨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种病人最讨厌了，不听医嘱还乱来，活该疼。他凑近给他重新处理伤口。萧景寒安静地看着他低着头，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道淡淡的影子。苏乔，他忽然开口，你若不在，本王也不想养伤。他手一顿，所以萧景寒轻声道，你若要走，至少等本王伤好。苏乔心里一软，又硬生生绷住，故作镇定，等你好了，我就走。他盯着他，美目如电，不，等本王想出办法把你留住。这一句话倒叫他彻底乱了阵脚。王爷，你别这样。哪样？他明知故问。你这样粘人。苏乔咬牙。萧景寒低低笑了一声。从那之后，他的苦肉计就正式升级，轻则头晕，重则手腕扭了，要他扶，要他喂药，要他帮忙整理衣襟。终于，在王府众人都看出端倪之后，萧景寒干脆当众下了一道命令：苏乔，自今日起，专职照顾本王起居饮食，诊疗伤势。下人们面面相觑。苏乔直接炸毛：喂，我什么时候应聘了贴身护工岗位？萧景寒淡淡道：本王伤未痊愈，旁人不放心。你这是滥用职权。本王是王爷。他提醒，用不用职权也是本王说了算。苏乔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当然，你若愿意以王妃之名留下，本王甚欢喜。打住打住。苏乔捂脸，你现在可是公妃谈恋爱。公妃？他对这个词又产生了兴趣。对，就是靠身份为所欲为。萧景寒难得露出一点笑意，你可以继续为所欲为，本王替你担。这一句话让苏乔心里乱成一团。他不是没被人喜欢过，可从没有谁会这样坦坦荡荡的把他所有不合礼数的部分全部接纳。他看着他，突然有点想哭，因为越是这样，他就越不敢答应。那晚，苏乔又一次经历了画面扭曲的感觉。房间在他眼前一阵一阵变得模糊，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把他从这个世界往外拖。他冷汗直冒，死死抓住床边的被褥。不要，他喃喃。好不容易熬过那阵晕眩，他知道自己临界点越来越近了。他不能再拖下去。第二日，
他主动去找萧景寒。他正在书房批阅文书，抬眼看见他，目光揉了一瞬，怎么？苏乔深吸一口气，萧景寒。他被他叫名，微微一怔。如果哪一天我突然不见了，你不要找我。萧景寒脸色瞬间沉下来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，有一天我会回去，回到原本属于我的地方。萧景寒死死盯着他，指节发白，你是在和本王说别离吗？算是吧。苏乔笑得勉强，你是王爷，将来会有很多选择，更好更适合你的人，别为我浪费时间。本王要的人，他咬牙，从来不是适合二字可以决定。但我会走。他轻声，你留不住我。这句话比任何拒绝都重。萧景寒胸口一滞，视线一点点暗下去。好。他低声道，本王明白了。苏乔掉头离开。他知道自己伤了他，可他也知道，这是唯一一种试图减少伤害的方式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一夜，萧景寒伏在桌上，几乎是一夜未眠。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，什么叫做将要失去。之后几日，苏乔没再见到萧景寒。他刻意不去打听，可每次经过前院，都会忍不住停一停。第5日夜里，门被人叩响。苏姑娘。是侍卫的声音，殿下，请你去一趟。苏乔心里一跳，他怎么样？殿下，侍卫欲言又止，你去了便知。他一路疾走，推开书房的门，先闻到一股浓重的药味。萧景寒坐在案旁，脸色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苍白，眼下青色明显。桌上堆了厚厚一叠奏折，全都批阅完毕，印着属于他的笔记。你这是拿命在熬夜？苏乔忍不住冲上前，你知不知道熬夜会短命？萧景寒接道，你以前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吗？苏乔一噎，忽然意识到他又在试探他的过去。萧景寒却没再追问，只是静静看着他。你说你要离开？我会。他喉咙发紧。那在你离开之前，他一字一顿，本王至少要让你知道，本王并非一时兴起。他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灯火在他眼底摇晃，映出极深的一片认真。苏乔，本王爱你。他从来不会说爱这种字眼，甚至不屑于用情爱来定义人生。可此刻，他说的无比笃定。你说你会走？萧景寒道，那便走。你的命，你做主。可是，他猛地将他揽进怀里，在你走之前，本王要让你知道，你若走了，本王的心也跟着走了。苏乔整个人被他紧紧抱在胸前，听见他心跳如雷。你可以离开。他低声在他耳边道，但不要说，是因为不爱我。那是本王唯一不能接受的理由。苏乔闭上眼，眼泪终于滚落下来。这世上最难的事情，大概就是面对一个你明明也心动的人，却还要说不。他哑声道，萧景寒，你为什么非要喜欢我？因为本王的命是你捡回来的。他道，本王的心也是。命运显然不打算放过苏乔。不久之后，他在回院子的路上，又一次看见世界像被拉扯一般扭曲。这一次比之前都要严重。他眼前一黑，整个人直直往地上倒去。瞧瞧，是萧景寒的声音。他几乎是瞬移般出现在他身边，一把将他抱住。苏乔眼前模糊，只觉得自己像被两股力量撕扯，一股往远处拖，一股牢牢按住他。那股按住他的是萧景寒温热的掌心，是他浑身颤抖的力道，是他压着哽咽的低语，别走。苏乔，你别走。他很想回答，我也不想走。
可意识被狠狠拽开，他喉咙像被堵住，发不出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混沌一点点散去。他醒来时，正躺在床上，房间里一片安静，只有粗重又刻意压低的呼吸。苏乔侧过脸，就看见萧景寒坐在床边。他姿势僵硬，眼眶通红，像是许久未合眼，手还紧紧握着他的。那种狼狈，是他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。见他睁眼，他几乎是扑上来，将他紧紧拥住。苏乔，他的声音哑得厉害，你若再不醒，本王就怎样？他虚弱打去，就去把你抢回来。他低声道，不管你去了呢。苏乔鼻尖一酸，你不是说你留不住我吗？我说错了。萧景寒闭上眼，你留不住自己，本王替你留。你留不住性命，本王替你留。他抱得很紧，紧到像是要把他嵌进骨血里。苏乔忽然意识到，他所有怕伤到他的退让，其实早就抵不过这份执拗的深情。他可以装作不懂一时，却骗不了自己一辈子。萧景寒，他轻声叫他。他吸了口气，把一直压在心口的话终于说了出来，我也爱你。萧景寒整个人一震，缓缓退后一点，看向他的眼睛，你再说一遍。苏乔笑着又重复了一次，我爱你。所以他道，如果我真有一天会被拉回去，那我现在想先做一件我自己想做的事。什么？他声音发颤。留下来，为了你，而不是被动的被丢来丢去。萧景寒低头，额头抵上他的，喃喃道，好，本王替你和这天命赌一把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乔却惊讶地发现，那个被拉扯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，像是某种看不见的线被悄悄剪断，他彻底扎扎实实地留在了这个世界。可能是系统看我太可怜，给我放假了，他半开玩笑地对自己说。但他心里明白，真正留住他的是那个人，是他一次又一次叫他不要走，是他用自己的意志替他与所谓的命运对抗。这一天，整个京城张灯结彩，晋王府前红绸高挂，喜字成对。晋王大婚，新娘不是门当户对的世家小姐，不是朝臣千挑万选的名门闺秀，而是那个来历成谜、不拘礼节的怪姑娘。将军们在暗地里偷笑，殿下真是走了条谁也没想过的路。文臣们叹气，这世道连王爷都开始娶自己喜欢的了。洞房花烛夜，屋内红烛高烧。苏乔披着喜袍坐在床边，手心竟有些出汗，居然有点紧张。他喃喃。门外传来喜娘的笑声，郎君入洞房，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最终停在他面前。红盖头被轻轻掀起，萧景寒穿着大红喜服，少了几分冷厉，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。不知是灯光的缘故，还是新郎官自带 buff， 他的眼神比平日柔和许多。乔乔，他低声唤他。苏乔抬眼，笑得有点坏，晋王殿下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萧景寒眸色微深，本王从不后悔。他缓缓执起他的手，十指相扣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本王府上的客人，不再是暂居的异客，你是本王的妻，是这大梁名正言顺的晋王妃。苏乔盯着他们紧扣的手，心里忽然一片安稳。那你可想好了？他认真道，我不贤惠，不温柔，不懂规矩，会赖床，会抢你被子，会半夜肚子饿吵着要吃夜宵，还会偶尔情绪崩溃，胡思乱想，怀疑自己。萧景寒一条条听着，眼中温度一点点升高。很好，他低声笑道，本王都要。你若要闹，本王陪你闹。你若要走，他顿了顿，目光深沉，
本王陪你走。